把美国人的儿女推上战场，泽连斯基口无遮拦，中国料敌预先。大家好，我是肖印华。泽连斯基要美国人做好准备，点燃了美国人的愤怒。中国劝和促谈刚刚好。中国就乌克兰危机发布立场说明的时候，不少人都很好奇一点，那就是为什么选择在了这样一个时机？毕竟当时有不少人都预测，因为美国的煽风点火，乌克兰危机将会被尽可能的拖长。但是从最近美乌之间的互动来看，可能我们出手的时机是料敌预先。美国想要让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同时拖住俄罗斯和欧洲，几乎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企图了。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乌东的战火烧得越旺，欧洲对俄乌的经济制裁越狠，欧洲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就跑得越快，正好能支撑起美国越来越不景气的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在乌克兰频繁地开始吃败仗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反而高调访问基辅，要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但是美国政客算得到资本，却算不到民意。美国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只看见政府大把地从自己口袋里掏走税金，去资助一个以腐败闻名的不断吃败仗的隔着一个太平洋的国家，心中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对乌克兰的态度也逐渐逼近那个从正面转向负面的临界点。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最新统计，去年乌克兰危机刚爆发的时候，超过60%的美国人都支持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而今年呢，这个数字已经跌破了50%。在资金援助方面，美国内部的民意持反对声音的表现得更加明显。受访的美国民众中，反对给乌克兰打钱的比例已经开始高于支持的比例。美国的社交平台上对现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的声音也愈演愈烈。去年这位总统曾经是西方媒体的宠儿，不但频繁登上各大杂志的头条，还得到了好莱坞量身定制的纪录片。但现在美国人开始厌烦泽连斯基慷慨激昂的演说了。近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无遮拦，情绪激动地表示，北约国家必须支持乌克兰，因为如果乌克兰战败，那么美国人就要做好准备，把自己的儿女推向战场。这段发言在美国的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的网民们蜂拥而上，对渲染战争威胁的泽连斯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批评的是战争疯子、暴君、恶魔，一条条诅咒泽连斯基下地狱的推文直接得到了数万人的点赞，还一度上了热搜。这是泽连斯基在英文网站第一次招致如此激烈的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也是美国民意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2024年的大选在即，拜登政府如果还想继续给自己争取选票，那么未来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势必会更加的谨慎。美国是乌克兰危机背后拱火最卖力的国家，如果连美国都不再当出头的船子，那么距离俄乌两国走到谈判桌的那一天恐怕不远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